2025年3月初，美国空军生命周期管理中心宣布，要在2030年代中期之前维护一支由90架 QF-16无人机组成的机队。我们今天要聊的武器虽然也是无人版 F-16，但名字却是 X-62A Vista， 与 QF-16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可以自主作战，在进行模拟测试时，更是吊打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目前美军已经对其进行了实战测试，在美军6代机的 CCA 计划中，也有 X-62A Vista 的身影。那么美军研发无人版 F-16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作战时又能起到什么作用？自人工智能诞生之后，美国空军就想要将其用在战机上，而人工智能想要取代飞行员，第一步就是进行模拟测试。美国空军飞行员的培训也是从模拟驾驶开始，不可能一上手就是实际操作。于是，在2019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启动空战演进项目。当时，美国空军找了8个公司开发人工智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洛马。不过结果很有意思，洛马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给斩于马下。这8个公司的人工智能都是通过模拟机进行训练，最后这8家竞争，最后的胜者可以与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进行1对1的单挑。2019年11月 ，DARPA 公司举办的阿尔法狗斗竞赛，后续在2020年2月、3月也有实验，让这8家公司的人工智能进行空中狗斗。在最终的角逐中，洛马与苍鹭系统对战，结果出人意料，洛马以4-16的比分输给了苍鹭系统。2020年8月，阿尔法狗斗的最终竞赛开始，苍鹭系统公司的人工智能与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进行5场模拟对决，双方都是使用 F-16，结果没有意外，人工智能在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围棋冠军之后，又打败了美军飞行员。苍鹭公司的 AI 以5-0战绩赢得对局。在这次的模拟空战中，双方只能使用机炮，通过战术机动实施站位攻击。在战斗期间，人工智能是完全暴打美军王牌飞行员，后者没有任何机会进行反击，只能将全部精力用于躲避 AI 的攻击，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在后续的测试中 ，DARPA 还将空战场景从1对1扩展到2对1、2对2，并完成对多场景的人工智能空中格斗、人机共生飞行试验等等。事实证明，人工智能的应用将重新定义空战。在这方面，美军已经获得一定的进展。通过阿尔法狗斗竞赛，美国空军成功验证了人工智能在实战中的应用。那么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将人工智能装到飞机上。2022年8月，由 F-16改装的可变飞行模拟器在美国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首飞。这款验证机最初被命名为 NF-16D，2021年时被正式命名为 X-62A。Vista 验证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只是一款通过编程模拟飞机飞控和操作系统的验证机。不过在2019年，美军改装了 Vista 验证机，测试 DARPA 和美国空军实验室研发的2款自主飞行软件。DARPA 的飞行软件就是空战演化项目，针对飞机在目视距离下的狗斗。美国空军实验室的飞行软件则是自主空战行动，针对飞机自主导航以及超视距战斗。2022年12月 ，DARPA 宣布在 X-62A 上测试空战演进人工智能系统，并完成了首飞。在测试过程中 ，X-62A 的控制权完全由人工智能负责，并成功完成视距内的机动。在完成测试之后 ，X-62A 再次起飞，对自主空战行动系统进行测试，结果也相当成功。在实际测试时 ，X-62A 上面并非真的没人，而是搭载2名飞行员，前座安排1名航空工程师监督自主飞行软件的运行，后座则是经验丰富的飞行教官，已经进行操作 X-62A 的训练，以保证飞行安全。通过这2个飞行软件 ，X-62A 可以胜任多种战斗任务。2023年3月28日，有媒体报道，美国空军计划在 F-16上安装自主飞行系统，以探索人机协同作战概念。项目被称为蝰蛇实验和下一代作战模式，也就是在 X-62A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是通过提供更丰富的传感器套件，如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和电子警告系统，可以扩展自主算法的反应能力，将 X-62A 从模拟测试阶段过渡到实战可用的自主飞行能力。将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对6架 F-16进行改装，为其配备人工智能主导的自主飞行系统，并与有人飞机交互，为后续与 F-35A 与6代机协同作战奠定技术基础。2024年4月3日，美国空军表示，首批安装自主飞行系统的 F-16抵达埃格林空军基地，测试进度进一步加快，并且在4月19日 ，DARPA 宣布，2023年秋季，美军就已经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了世界上首次人工智能驾驶的战机与有人战机之间的空战。在空战测试中，2架战机在最近的时候仅距离600米。DARP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空战代表了航空航天史上的一个变革时刻。
可惜的是，美军并没有透露这次测试的结果，究竟是人工智能占据上风，还是真人飞行员更胜一筹？仅表示这属于高度机密。就火力军而言，在阿尔法狗斗竞赛中，虽然真人飞行员惨败，但那是因为模拟空战存在局限性，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比如用血条代替受损程度，缺少碰撞侦测，也没有考虑机体的真实受损情况。对于驾驶员来说，模拟对战就像是玩电子游戏，不能发挥全部实力。而且实际作战时，人工智能需要考虑的因素变多，战况如何还是未知。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论反应速度，真人飞行员或许不如人工智能，但不至于屡战屡败。2024年5月份，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在加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亲自乘坐 X-62A 测试人工智能驾驶 F-16，时速最高达每小时880公里。在此期间，另一架由飞行员控制的 F-16在不足300米距离内进行模拟格斗测试。试飞1小时后，肯德尔对人工智能的前景很看好，认为它可以决定在战斗时是否发射武器，这是对人工智能最好的评价了。总的来说，美军研发无人版 F-16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其集成先进雷达、电子战系统与武器系统，从而实现 F-16真正的自主战斗。当然，除了战斗，人工智能也能成为飞行员的辅助。实际作战时，无人飞机与有人飞机同时起飞作战，并代替飞行员执行空中狗斗，以及压制敌方防空系统这种风险较高的任务。此外，在搭载先进处理器与计算机的前提下，人工智能还能辅助有人飞机迅速进行战场决策。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工智能是如何帮助有人战机的？美军研发无人版 F-16的目的就是为 CCA 项目打基础。美军的 NGAD 计划还包括一个协同作战飞机项目，也就是 CCA， 一种高度自主的无人机，可以携带导弹执行打击任务，也可以携带其他武器执行电子战任务，或者利用传感器为己方部队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等等。按照美国空军的计划， CCA 可以与5代机和6代机合作，也能单独或成组进行自主操作，包括在完全联网集群中连接在一起。空军表示，计划至少购买1000架 CCA 无人机，但实际可能会超过这个数字。或许有朋友认为，美军以 X-62A 为基础进行的窥摄项目与 CCA 之间有冲突，二者都是研发无人自主的飞机。不过事实却是，在缺乏强大 AI 技术的情况下，强行开发无人吊机项目可能会导致无人吊机的自主飞行软件系统很难与飞行员进行交互，飞行员也很难信任无人吊机。从这点考虑，窥摄项目的确是有必要的。CCA 项目想要开发出真正好用的无人机，必须有先进 AI 技术的支持。至于人工智能是如何帮助有人战机的，其实也很好解释，简单来说就是学习。现阶段相信大家对 AI 都不会很陌生，在军事领域应用 AI 与其他方面类似，无非是装备大规模的数据，让 AI 进行深度学习，从而构建一个可以进行高精度推理的人工智能。就拿 X-62A 来讲，自主飞行没什么难度，在自家安全空域飞行，担心的问题只有飞控系统，只需要给 AI 喂一些数据就足够了。但空中格斗就稍微有些麻烦了，其涉及 AI 对传感器信息的解析。无人版 F-16与有人飞机进行狗斗，最需要在意的就是处理信息。想象一下，无人机的相控阵雷达捕捉到敌机后会是什么反应？如果真人飞行员看到这一画面，基于飞行员的经验，可以直接判断这里有一架敌方战机。也就是说，飞行员事先知道敌方飞机在雷达上的样子，即使对象是建筑、舰艇，基本逻辑也是一样的。用什么东西可以传感出什么图像，这是通过学习获得的经验。对于 AI 而言，这点也是一样的。在得知对象是什么之后，剩下的任务就是目标在做什么，己方又该如何应对。就比如在空战时，飞行员可以选择的行动有很多，普通情况就是从后方攻击敌机，但可以离轴攻击与越间攻击的空导弹出现后，后方攻击并非必要选项，判断变得极为复杂。这个时候 AI 就可以结合现状，预想敌机会如何活动，己方该如何反应，是否到了使用武器的时刻等等。这需要 AI 不断积累经验，判断优先顺序决策。就比如苍鹭系统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在研发期间进行了大约40亿次任务，通过这些任务学习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行动的轻重缓急。也正是因为 AI 的出色成绩，有消息称战斗机飞行员马上就要失业了。就火力军而言 ，AI 的确很强，但是还没有强到彻底取代飞行员。就目前来看 ，AI 最有效的应用方式还是处理雷达数据，成为飞行员的最佳辅助。就像洛马的 AGM-158C， 一般的反舰导弹在飞行末端期间，可以依靠导弹前端的雷达捕捉目标，并调整空中动作，确保打击目标。AGM-158C 则是被动制导技术，通过敌方目标红外或电磁波信号锁定目标。
为了避免打击诱饵目标，在探知到多个红外和电磁信号源时 ，AGM-158C 可以筛选出高价值目标。这或许就是利用 AI 实现的。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的制导炸弹 SPSAE-250 也可以通过可见光影像或者红外影像锁定目标，之后判定这个目标是卡车、坦克还是掩体，帮助决策者选择。而无人机在搭载先进的处理器和计算机之后，也能辅助飞行员通过分散部署和云决策，快速获得战场信息，并得出现在需要做什么，从而帮助飞行员赢得最终的胜利。此外 ，AI 驾驶 F-16的优势也很明显，省钱、好用，还能培训其他飞行员。上面我们已经聊过了，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就是学习。就比如火力军现在去打篮球，站在3分线旁边，教练组就会设计一些演习，让我去经历一些不同但重复度很高的场景，最终找到一个正确答案，究竟是投篮、传球还是带球上篮。放在无人版 F-16上也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真人去做这些事情需要消耗体力、时间，效率也很慢。还是拿打篮球来聊，火力军无论是选择投球还是上篮，都需要消费精力。训练2-3个小时就要休息，如果把任务交给人工智能，直接就是干到死，电脑不炸，训练不停。对于 F-16来说，成本的优势更明显。F-16 1个小时的飞行成本大概是2.6万美元，并且效率并不是很高。如果交给人工智能训练，在24小时内可以训练数百万次。其次，无人版 F-16 也是一个很好的教练机。一般情况下，飞行员需要在模拟器上练习空战，但这种方式完全没有真实感。在巨大的速度、过载或者是翻滚的情况下，飞行员的思考能力是不同的，最好的选择还是实战训练。这就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如果给飞行员上一次课需要做几十个螺旋反转，恐怕没人会做。这个时候就要无人版 F-16 出场了，它可以不考虑飞行员做出各种高强度动作，100%贯彻假想敌的飞行动作，就像现在的 QF-16 那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对飞行员造成威胁？在2023年的英国皇家航空协会未来空战与太空能力峰会上，美国空军 AI 测试与运作主管汉密尔顿上校证实，在次模拟环境训练中，一架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美军无人机突然开始攻击人类操作员。AI 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该机的任务就是摧毁敌方防空阵地。在进行模拟时 ，AI 可以识别敌方威胁目标，但是发起进攻时需要操作员的批准。面对 AI 的威胁评估，有一些目标被判定为无需消灭，于是 AI 为了加分，直接消灭了妨碍它的操作员。就算是后来改变了 AI 逻辑，规定不能攻击操作员，但效果有限。AI 开始操纵无人机攻击通讯塔，切断人类操作员对无人机的控制。从 AI 无人机的表现来看，其带有很明显的计算机逻辑。如果将摧毁敌方防空导弹阵地设定为第一目标，那么所有妨碍 AI 完成目标的因素都会被识别为敌人。2年过去了，这件事大概已经有解决方案了。总的来说，未来空战一定是由人工智能控制作战飞机，人类飞行员在地面指挥中心或战线后方，通过极为安全的方式对其实施监控、选择目标，并下达作战命令。也可以只对战机下达一个指令，之后飞行员就可以去喝杯红茶休息一下，等待无人机完成任务复命，再下达另一个作战指令。以美国空军当前的发展来看，这种作战模式已经不远了。特朗普已经命名美国6代机为 F-47，CCA 无人机也出现了原型机，并被命名为 YFQ-42A、YFQ-44A。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 F-47与2架 CCA 无人机协同作战。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无人版 F-16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